你有在捐血以外的场合被问过自己的血型吗？很多人常常会用星座来猜测一个人大致上面个性，但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有些人会用血型来预测性格，甚至是真才呢？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聊聊血型性格学说吧。Hello， 大家好，我是志奇。刚刚说到，除了星座以外，有些人也会用血型来初步的把人的个性分类。这个理论被称为是血型性格学说。目前西方国家不是很流行这样子的讨论，但在亚洲国家状况就比较不一样了。像是中国啊、日本都有过以血型为题材的连续剧。在日本，血型也常常是人们会聊到的话题，像是工作、交友可能会看血型，血型不对，人缘可能会不太好。而坊间也有不少畅销的血型性格相关书籍。所以，不同血型对应的个性到底有哪些？血型性格学说真的有准吗？为什么日本会特别流行呢？在正式开始今天的讨论之前呢，按照惯例，让我们先来一堂工商服务时间。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工薪剪辑术的6月限定优惠。这堂工薪剪辑术跟大多数的剪辑课不一样哦，不是着重在软体技术，而是着重在教你怎么剪出让人想看完的影片。这堂课的讲师阿滴从英文教学影片起家，持续的跨足各种类型的影片，还进化呢到成为了创作者协会的理事长。而这些经验全部都会不藏私的教给你，尤其现在主要的社群平台，不管长或是短，都离不开影片形式。了解剪辑的思维，掌握做影片的 know how， 在现在呢，真的是一个重要的技能。现在就点击资讯栏的网址，把握6月的优惠码吧。如果要做人格特质分析，已经有星座、算命跟心理测验等这么多的工具了，为什么还会有人研究血型性格学说呢？这边最主要的有2种说法哦。第一个说法是，大概在100多年前，哲学家与心理学家透过经验法则，把人的个性大致分成了4种，而人类最主要的血型也是4种，所以有些学者就开始进行研究。而第2种说法是，一战时期有遗传学家发现，不同的国家、地区与民族的人血型分布都很不一样。然后大家也常常觉得，不同民族之间好像都有各自的民族性，推测这可能跟血型有点关系，所以就展开了研究。那以现在来说，这4种血型对应的个性大概是这样子的：第一种 A 血型的人呢，被认为是比较合群、责任感强、谨慎、坚持完美，还会极力的避免纷争，但有的时候会优柔寡断。第2种 B 型人的特质是爽朗、直接、好胜、自由奔放，但有点自我中心跟不负责任。第3种 O 型人充满了正义感、好奇心、行动力强，善于团队合作，但容易过度的乐观跟冲动。而最后一个 AB 型的人则被认为是热血行动派，善于社交、理性冷静，但喜怒无常，难以捉摸。在血型性格说出现以后呢，有些人就常常会用这个去解释成功人士跟极端分子，像是希特勒的血型，因为似乎是一个谜哦，所以有些人呢就会猜他可能是喜怒无常的 AB 型。那也有人说呢，他比较接近于领导型的 O 型血。长期以来，日本社会对于血型的讨论跟应用可说是非常热烈。在日本，有血型相关的统计数据显示 ，A 型人格在日本非常的受欢迎，因为谨慎、追求完美特质，非常符合日本人心中的完美形象。过去的首相、议员、医生、律师、学者很多似乎都是 A 型，然后媒体也会报道很多罪犯似乎都是 B 型血，所以 B 型被认为是最难交朋友、最自私、最令人讨厌的血型。所以如果大家知道某个同学是 B 型，那他可能呢就会很容易被开玩笑跟被排挤。那如果有人的动作稍微粗鲁一点点，或讲话直接一点点呢，则可能呢会被认为是 O 型人。那一般来说，日本人普遍认为 A 型人的谨慎可以与 O 型的粗枝大叶形成好的互补，但要是把 A 型的人跟 B 型的人放在一起，双方呢就可能会很容易起到冲突。所以在职场上面，有一些企业就会利用不同的血型组成不同的小组来测试工作效率，甚至有些比较极端的企业还爆出呢只会录取合群的 A 群人。好，那看到这里我们心里就冒出一个问题是，为什么日本人会这么的热衷于血型性格说啊？日本的血型性格说一般被认为是起源于1927年，当时有一名叫做古川竹二的心理学家在研究期刊上面首次提出了人类血型与先天的个性有关联。那虽然曾经造成一时的轰动，但在2战之后，这个说法渐渐的不再受到重视，也因为研究的样本数太少，受到了一些质疑。但是血型性格说并没有从此一蹶不振。后来，另外一位日本人能见正比谷出版了《血型与性格》这本书，书里运用血型性格学说来分析人际关系、职场生存等等。
堪称是一本血型版的人生指南。而这本书出版之后，迅速引起了大众兴趣，也成为了当时最畅销的书之一。而他的儿子还成立过人类科学 ABO 中心，来持续的推广血型性格说。那血型在日本会特别的受到欢迎，可能有几个原因哦。第一个可能的原因是日本人的血型比例分布相对的还比较平均，很多西方国家呢大部分都是 O 型的，但日本最多的 A 型呢大约也只是40%，不超过半数，而最少的 AB 型也至少有10%。而日本文化非常重视集体，如果每个人都可以被分成了4大群类当中，那感觉好像也比较有安全感。而第二个可能的原因，只是因为呢，日本民族的多样性相对的比较低，其他多民族的国家呢，大家可能会用宗教、族裔来贴标签，但是日本人同质性超高，所以可能就会需要找到另外一种方式，快速的分类刚认识的人。这个时候选择聊血型就是一个容易破冰的话题。不过说到这里哦，重点就要来了，所以这个血型性格说真的可信吗？支持血型说的人认为血型会影响免疫力，也会影响一些体内的化学物质。他们相信这可能会在某种程度上面影响一个人的个性。而此外，这派的拥护者也会说，因为血型跟基因有关，所以会比起用这个天体运行呢来预测性格运势的星座更科学，而且更准确。不过，以目前人类掌握的资讯来看，血型是由血液里面的蛋白质来决定的。但现在的研究结果还是看不太出来，这个蛋白质可以怎么样影响人的个性，或是两者之间有什么具体的关联。那既然目前没有明确的证据，那为什么很多人在看血型说的时候，还是会觉得怎么有点准呢？这边又有一个简单的名词可以解释这个现象，它叫做巴纳姆效应。那这个我们以前其实讲过蛮多次这边简单来说呢，就是人类常常会把一种概括性的笼统的人格特质叙述，选择把自己想要相信的部分套在自己身上，所以就好像很容易会觉得说，这个好像很准而另外呢，有另外一个心理学名词叫做自我实现预言。这个意思是说呢，当我们觉得自己是什么样的人之后，不知不觉就会慢慢的往那个想象中的形象靠拢。所以当 A 型的人认为 A 型就是要随和好相处，他可能无意之间呢就会勉励或要求自己要当一个随和的人。刚刚我们说到，其实目前的血型性格说其实还缺乏了科学根据，那难道日本人都不知道吗？其实知道啦。虽然在日本这大概就像是我们聊星座一样，还是一个蛮常见的聊天话题，但这10-20年来，不相信血型跟个性有关的年轻人已经越来越多了。刚刚我们说到，日本人对于血型的刻板印象会出现在很多不同的生活场景，而现在有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反思，认为那些因为血型而出现的歧视或是霸凌，可以说是血型骚扰。尤其之前就连媒体电视都会透过各种报道来加深某些群体的刻板印象，所以在2000年初，有一些民众开始抗议电视散布跟血型说有关的内容。后来主管机关要求电视台不能够再播放鼓励观众相信血型说的内容，而政府也规定企业在雇用员工时不得要求员工提供血型。所以有日本人表示现代的日本人大多只是把血型当成一个有趣的话题。如果你稍微知道血型说的基本分类逻辑，还是可以更容易的跟一些日本人打成一片。但如果是比较年轻的，可能多半就没有很相信血型性格说。在进入观点以前，我们要先谢谢大家把影片看到这里。那在这里，我也要特别感谢志宇机器的所有会员，因为有了大家的支持跟赞助，我们才能够持续的运作这个频道，跟大家一起研究各式各样的问题，真的是非常的谢谢大家。那如果你愿意支持我们的走更远，欢迎点击频道主页的这个加入按钮，成为我们的会员，或者也可以用超级感谢小额支持我们。好的，那话说回来虽然从比较近期的角度来看，血型可不可信的争论好像已经有点像是假议题了，但在这一次查资料的过程当中，我们还是会蛮讶异的，会看到不少企业最爱叉叉血型的这种相关新闻。以营运来说，这种分类方式有助于企业加快征才的流程，减少成本。可是这种贴标签的做法，也相对的有可能导致他们错失一些人才。那对于优秀的人才来说，这种筛选方式也真的是非常的不公平。更不用说各种生活里面大大小小的刻板印象，光是想就觉得大家真的是辛苦了。幸好现在越来越多人开始重视骚扰的这个观念，过去很多难以叙述的不舒服也比较有办法被公开的讨论。好的，那最后还是要提醒大家一下，虽然过度贴标签不太好，但知道自己是什么血型还是很重要的。因为如果遇到什么突发状况，医生要帮忙书写的时候，知道你的血型就可以省下现场验血型的环节哦。
哦。那今天的最后想问大家问题是，对于血型性格说你有什么看法呢 ？A 完全不相信哦，觉得缺乏科学依据。如果有人把这个当作话题，直接唾弃它。B 一半一半哦，觉得还是有点准，或许之后研究更多就会发现科学证据了。C 不是很相信哦，但就觉得只是闲聊的话题而已，要冷稍微的话还可以啦。D 其他留言分享你的想法吧。最后，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影片，欢迎分享出去，让更多人知道什么是血型性格说。此外呢，也可以点击这个地方看看 MBTI 以及智力测验的相关讨论影片。那么今天的这一期就到这边告一段落，我们就明晚再见喽。